话说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在2025年的今天，1000来块钱能买到的新手机，用起来会是什么体验呢？你想象一下，去掉旗舰机所谓的过剩性能，去掉没用的摄像头，去掉买来也不会用几次的语音助手，来点什么大电池、扬声器，做出来的那是什么？算不算是电话机？但在把它们都买回来之前，我也没想到这个价位的手机不像超大杯一股脑的折腾影像，产品经理预算少了，思路反而更清晰了。这些机子是真比很多旗舰机还有意思。我把 OPPO、vivo、小米、荣耀在1000出头这个价位能买到的新机买了回来，给大家看个乐子。这条视频不是横评，而是跟大家聊一聊这些手机，看看有什么好玩的。那么把板凳放好，咱们开始吧。放下旗舰机，拿起这些真正的千元机，就会发现他们的体验跟你幻想的完全不一样。这手机哪怕在2025年，也并没有随着什么技术下放变得流畅不卡顿。相反，完全相反，这几台手机我自己用下来，返回动画是不一定有的，应用点多几个皮卡。相机只要打开就卡。预览窗就像是有个无线连接的实验，可以说用完这一段时间回去再用旗舰机，看谁都像 iPhone。但是厂商们可都是点子王。就先拿 vivo 出来说吧，他们在这个价位出了不少的手机，基本上啥特点的手机都能往 Y 系列里面套，什么 Pro 啊 GT 也还算合理吧。但是 TIM，哇哦，这台是千元机 Y300，这台是10000元 iPhone。我给大家听一下它们的区别。再来听一下这个，这还是有点欺负 iPhone 啊！我得找一个可以跟它同台竞技的选手。Moto 的 XT1650，它这个音箱甚至是后装上去的，这是它的音箱，它这个手机本身薄的跟一个刀片一样。然后再来听一下 Moto 的。家族式设计，满满时代感的支架。好，这都是省成本的部分，但结果是什么呢？镜头上面居然塞进去了一颗双扬之外的扬声器，所以你听声音的时候，甚至会有一部分震动跟随声音传递到后面，有一点像是握着一个音箱，大声，超大声。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嘛？我把手机拿到楼下去听深圳之声，在一个马路的正中央，现场的声音听起来是这样的，而他把音量拉大，听起来又是这样的。我还试了一下用它的免提来打电话，在这种地域工况里面打电话，还真就是听得见和听不见的区别。喂，现在能听得清楚我说话吗？大家应该都不喜欢在地铁听到别人的外放吧？要是这手机在你对面外放，贴脸输出，明明他在看，声音都给你听了，想想都炸裂。而且 vivo 这台手机有一个旗舰机上面没有的功能，职业模式，面向的就是有户外需求的人。简单来说就是高亮度、默认免提，还有强网。把手机当成工具，默认免提其实就是省了每次接电话还需要多按那一下。亮度呢，描述是这样的。我测了一下，并没有期待中的解锁上限，跟大哥有点差距。所以呢，我还去试了一下，它是不是能够在高温环境下坚持更久，在摄影灯的炙烤下，高亮度能维持得更久一些，算是在硬件的局限下展示了一点小思考。经历过户外用手机这种至暗时刻的小伙伴，可以扣个1了。想到一个好玩的，如果把超大杯的一颗镜头换成扬声器，少一个原声焦段，让旗舰机的音质更好，这样的手机你们愿意买吗？这一台是红米 Note 14，它是这些手机里面唯一一个还有6G 内存可以选的，但也只便宜了50。考虑到我这台的流畅度是这样的，可能的话还是尽量选大点内存的好。这台手机乍一看其实是平平无奇的，有一种轻车熟路的感觉。唯一的红外主摄有光学防抖 ，OLED 屏幕，还有屏幕指纹，3.5毫米耳机接口也有了。甚至换卡的时候我才发现它还可以插天赋卡，好家伙 ，Switch 2用不上的低速卡，这下找到新家了。
小米这手机就是最标准的千元机，耳机口和存储卡拓展都是你现在旗舰机上面怀念的配置。但这台手机可能是因为发布的相对比较早，其实主要的硬件上对比同价位的这几个还真没有太大的优势。如果一定要买小米的话，预算别卡太死，稍微加一喵喵上 Pro 可能是更好的选择。荣耀的课代表是 X60， 在它身上我算是理解了为什么设计也能当卖点了。我不说话了，你们直接看吧。镜头上的这个是矩阵的意思，但其实这里只有一颗是摄像头。看参数是有一战之力的，但是实战水平还是别战了吧。这个无损3倍变焦，数据处理的时候还会明显顿一下。1亿像素的数据量，看来真把 CPU 给干烧了。荣耀在这台手机上面最大的特点，可能就是它的系统，不知道是不是忘删了还是什么情况啊？基本上荣耀旗舰机的特色功能都能用，就是应用任意门想用是可以用，但是这速度，鹰眼抓拍开启自动抓拍之后能自动抓拍，但超长反射弧。3指下滑的全局收藏。多跑一套系统的平行空间，甚至灵动胶囊，可以深度思考的悠悠都可以用得到，甚至透支中心下拉，时间短的这一下动画都没有去掉。考虑到大多数千元机连返回桌面的动画都没有，这种效果算是夸张了。往好处想，它保留了几乎所有旗舰机的软件功能；往坏处想，这些功能让这个手机更卡了。你觉得算是好还是算不好呢？OPPO 的千元机有点刻板印象了 ，OPPO A5， 但活力版其实就是更便宜一点的版本。这外观确实够绿茶，这设计，这纹路，哪怕是到了1000元也得保持优雅。再看看手机壳，颜值把清水壳给秒了，防摔的气囊也有做。OPPO 在这个价位手机的理解就是重剑无锋。我的手机虽然卡，但是防水拉满，能过的认证全都给你过了。为啥一次性标了这么多的认证呢？理论上，这些防水等级并不是打怪升级的逻辑，而是几套不同的认证标准得分别都通过了才能这么玩。而且这手机当时买了还送净水保修，听起来体验是不错，啥时候能给旗舰机安排一下呀？毕竟再多的防水认证都比不过净水了还能保修。刚刚说的 vivo 那个职业模式 ，OPPO 也有一个对标的，叫户外高能模式，功能和 vivo 那个大差不差，不过有个好玩的，点这个链接可以免费租用充电宝，点进去呢，其实是 OPPO 的部分门店可以提供快充充电宝租用，这个有点意思，感觉周末逛街的时候临时用用不花钱，还是可以体验一下的。而且这个功能其实是关联到 OPPO 账号上了，不只是电宝，还有免费贴膜之类的很多权益。这种把服务当卖点的设计，我还是挺吃的，这样的竞争可以多来一点。用其他品牌手机的小伙伴不用着急，这里我整理了一下不同品牌账号权益的查询方式，大家可以按照这个路径看看自己的账号能够兑换到什么权益，不同品牌之间的差别还真不小。顺便把结果发到评论区，让找不到入口的其他小伙伴也别错过了。好，这期聊到这里也差不多结束了，不知道这些手机用起来的样子跟你们想象中的差多少呢？我在把这个价位的手机买回来体验之前，以为在2025年的现在，手机能流畅的用是最基本的要求，结果根本不是这样。虽然他们还是卡卡的，但是放下了造水桶机的执念，把目标换成了做一台有用的手机，把手机回归到工具的定位，造出来的手机们还挺好玩的。假如现在旗舰机们也能放下一些水桶机的执念，拍照就看超大杯 Ultra 没有问题，但能不能再出现一些更有趣的手机？希望数码圈还能找回以前那个百花齐放的感觉。原来它在这里。用现在的眼光来看，千元机在一些地方比旗舰机还更像是在普及科技的乐趣，不是吗？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